微博热搜爆出来一条炸裂消息：我们学校有人在网上给暗恋对象写表白信，写了3年，长达20万字。关键是还没写完，正在连载中。网友发现后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上热搜，还亲切地称这人为暗恋哥。热搜1：井号暗恋哥一封表白信写3年。井号热搜2：井号这字数比我的命还要长。井号热搜3：井号放在整个表白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井号热搜4：井号写信的时候能顺便帮大学生写论文吗？井号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盖高楼，恨铁不成钢的催促暗恋哥，从3年前看你一直写到现在，我娃都有了，你还在写呢？等你写完，人家女孩子早就跟别人跑了，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。那女孩是谁？哥，你看我去给你表白行吗？搞快点，搞快点！或许是没想到自己会火，他写的时候还留下了名字：周继白。于成年月日更新。事情一经曝光，全校沸腾，竟然是他，我们学校里高冷帅气狂拽天的校草周继白。一时之间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好奇周继白的暗恋对象是谁。这个 ID 叫画船听雨眠的账号中，不仅有上热搜的表白信，还记录了他在暗恋女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。他好乖，看起来香香软软的一小只，我好爱，好想亲亲抱抱举高高。他为什么要一直和同桌说话？他们有那么熟吗？极度的想发疯。今天他可是一句话都没和我说。这道题不会为什么不来问我？问什么老师啊？我都会。是我不够帅吗？还是我身材不够好？你回头看看我，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不想上课了，想抱他，想亲他，想把他弄哭。每一条微博主角全是用他代替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女孩的名字。可以说，除了周继白的名字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线索。藏得真好，竟然连张照片都没有。我放下手机，神色低落。其实我暗恋周继白很久了，他长得帅，家里有钱，成绩优异，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高岭之花。喜欢他的人太多了，我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。他太耀眼，相比之下，我暗淡无光。周遭闹哄哄的一片，同学们都在激烈地探讨周继白的暗恋对象。事情的男主人公就静坐在我后座，可却无人敢直接上前问一句：他是谁？闺蜜看我满脸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凑上前来安慰：宝，问题不大，说不定他暗恋的人就是你呢。我直接 pass 掉他这个念头，不可能的，那么多人暗恋他，给他送情书，他都丢在桌洞里，从来没打开看过。如果暗恋的人都能同时暗恋自己，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爱而不得、情场失意的人。他说：你喜欢他那么久了，总得问问他暗恋的人是谁才能甘心吧？我点头，的确应该问问，只有问过了才能彻底死心。同时，我还有封情书要给他。1年前我写过一封粉色情书，这么久以来一直没敢给出去。即便现在他有了暗恋的人，我也还是想将我这份独一无二的喜欢公之于众。我心紧张的砰砰乱跳，回过头，声音极低的叫了一声：周继白。他抬头望过来，一双眸子里盛满细碎的光。有事，我攥紧手里的情书，支支吾吾道：可以，请问一下，你喜欢的那人是谁吗？周继白轻笑一声，反问我：你觉得那个人应该是谁呢？我有些懵，这个我应该知道。他脸蓦地泛红，嗓音清亮：江雨眠，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思吗？心思？哪种心思？是我想的那种心思吗？我双眼不可置信地张大，迟疑道：所以你喜欢的人是我？闻言，周继白耳根都红透了，他羞窘的目光一瞬不瞬地望着我，静默片刻，重重点头。夕阳透过窗户映在他的身上，将他冷冽清俊的气质柔和几分。微风吹动少年的细碎发梢，只一眼便让人足以沦陷。我心跳如擂鼓。原来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，将雨眠，是这个意思。双向暗恋，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。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吗？叮咚，上课铃声将我的思绪拉回，我才想起来手里还有封重要的情书没给他。要是周继白知道我也喜欢他，应该会像我一样激动到无以复加吧。趁着老师还没来，我把手里的粉色爱心信封塞到他手里。他先是讶异，随后惊喜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炙热的像是一团火。轰的一声，我整个人像是烧了起来。这是情书，给你的。慌乱丢下这句话，我飞快地转过头，用烧凉的手捂住脸颊来降温，结果手也变得热乎乎的。不用想也知道，现在我的脸肯定也红透了。整节课下来，我的心都飘飘然。一下课，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他看到情书后的反应，没想到转过身，却只看到空无一人的桌椅。我抬头向门口望去，刚好看到周继白走出教室门。他垂头耷拉着，身影看起来格外寂寥落寞。这是怎么啦？难道他觉得我写的东西不堪入目？又或者他是性单恋回避型人格？还好我这个人主打佛系，想不通的事情就先放一放。
过后就释怀了。自从给周继白看我的亲笔情书后，他这几天都变得越来越不对劲，眼圈青黑，精神萎靡，上课频繁出神，以至于被老师点名。除此之外，还经常用万分幽怨的眼神盯着我。每当我看过去时，他总假装不经意地避开视线。有好几次，我都想问问他怎么回事，可他仿佛是察觉到我的意图，开始迟到早退，我甚至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上完课回到宿舍后，闺蜜沈宁气愤地告知我，周继白微博上的表白信竟然断更了，不仅表白信断更了好几天，连暗恋对象也没记录了。周继白喜欢我的这件事，我没和闺蜜隐瞒，所以她这会儿有种自家的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，气得跳脚。绵绵，听我的，下一个更香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，毕竟周继白那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不像是没由头的。还有他看我那眼神，就像是在看十恶不赦的负心汉似的。我微博点开画船听雨眠的账号查看，果然是在我递情书那天断更的。他的粉丝纷纷在下面评论：这么久没更新，难道是和暗恋对象在一起了？哥，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。我看悬，估计是还没在一起就失恋了，嘻嘻。我点到他主页，准备私信问他。就在这时，微博特别关心更新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周继白更新了。我退出私信页面，看到他更新的内容是：我会让他也喜欢上我，只有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下面配了张动图，是一条小鲤鱼逆流而上，拼命游进池塘里。我把手机给闺蜜看，问她这是什么意思。她恋爱经验丰富，一向是我的情感军师。看了手机，闺蜜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说她想为爱当三，主动游进你的池塘，成为里面的一条鱼，为爱当三。一句话把我 CPU 干烧了。我惊讶，还没在一起呢，她就想当三。她沉思片刻，狐疑地看着我问：你最近是不是有其他喜欢的人，还被周继白知道了？我十分确定地摇摇头，长这么大我只给他一个人送了情书，也只喜欢他。情书？她惊呼道：绵绵，你不会拿错了，把我给我男朋友的那封半成品情书送给周继白了吧？在他的死亡凝视下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慢吞吞开口，当时太紧张上头了，脑子一热，还真有可能拿错。当时我俩为了方便，信封买的都是一样的。我找出那天穿的外套，掏了掏衣兜，果不其然，里面还剩下我写的那封。当时我俩都喜欢这个信封，所以买的同款。救命！周继白肯定是以为我在用这种方式变相的拒绝他，我这简直是在杀人诛心。那你情书里面都写了些啥？我试图抱有最后一丝希冀。闺蜜略作思忖了一会儿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，写的是：致亲爱的男朋友程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，又如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她瞄了瞄我，继续往下说：从前有一只小鸭子，由于它长得非常矮，所以大家都叫它你鸭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遇到了一只比他还矮的小鸭子，于是那只小鸭子看着泥鸭说：我好爱泥鸭。等等，宝贝儿，我抓住重点，所以上面一个你的名字都没有。他点点头，都说了是半成品，还没写到最后留名字那个地方来，很好，感觉心都要碎了。我必须立刻和周继白解释这件事情，私信了他，微博没回，我也没有他的其他联系方式，只有当面解释才是最好的。匆匆下楼，没想到在宿舍门口侧面不远处那棵玉兰树下看见了周继白。他穿着简单的黑裤球鞋，上衣是宽松的黑色冲锋衣，松松垮垮没拉拉链，露出里面的白色 T 恤和漂亮性感的锁骨。他身形修长，整个人靠在树身上，气质慵懒恣意。周继白，我叫了他一声，一步步朝他走过去。周继白闻声抬头，昏黄的路灯照射下来，将他深邃俊冷的五官映得清晰柔和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疑惑道：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他定定地望着我，嗓音带着一股子嘶哑：想见你，所以就来了。我十分不解，那怎么不叫我下来？他低下头，语气自嘲道：我怕打扰到你，所以选择在这里等。我心口颤了一下，忙转移话题，那是有事找我，正好我也有话要和他说。周继白没回话，气氛陷入了一阵沉默。夜晚的风吹过，纯白的玉兰花瓣在空中旋转，飘零落下，微风同时带来他身上那股子清浅酒意。我率先打破沉默：你这是喝酒了？他还是沉默。片刻之后，有只温热的手伸过来，小心翼翼地触碰我的手指。见我不退缩，他又试探着慢慢往上蹭我的手心，直到最后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我愣在原地，怔怔地看着他。周继白再次抬眸望我，眼眶通红，像只被遗弃的小狗。他抿了抿唇，艰涩道：绵绵，你别喜欢他。喜欢我吧，喜欢我好不好？我上一刻还沉静如水的心，在这一刻扑通扑通狂跳不止。周继白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目光丝毫不掩炽热。真的，我不明白，我到底哪样比不过他？
绵绵，我身材比他好，比他更强。话音一落，他牵着我的手，轻柔地反复摩挲。四目相对，他似是修炯般的移开目光，甚至头都微微偏向一旁。这下不只是眼睛，原本白皙如玉的脸庞也在我眼前一点点变红。其实我也有话想和你说。我拿出另一封情书递给他，解释道：那天那封给错了，这才是我给你的情书。周继白难以置信地眨眨眼，眼中波光粼粼，像是有漫天星辰闪烁。真的？他惊喜问。我羞赧地点点头，示意他打开看看。他筋骨分明的手拆开信封，一字一句极为珍重地往下读：请写出下列题目的解。第一题 f(x) 等于1 x 1 2 1 2g x 等于 cos 1 x。派第二题，左圆括号9的立方加8的平方减7的立方乘以6的平方除以5加2000.4减0.8右圆括号除以430乘6 ln 449。第三题，左圆括号9的立方加8的平方减7的立方乘以6的平方除以5加2000.4减0.8右圆括号除以430乘6 ln 449乘以2减624。第四题，lim sin 1 x x 等于0。眼看周继白还有继续念下去的趋势，我连忙打住。可以了，就这4题够了。我心虚地碰了碰鼻子。当初写的时候，闺蜜说对付像周继白这样的高冷学神，必须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才能在一众油腻情书里面脱颖而出。所以我特地搜寻全网，罗列了许多表白公式，誊抄在上面。有些表白公式少见又难解，也不知道周继白能不能当面解出答案来。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折腾糊弄他？就在我焦虑难安，想着要不要直接把答案告诉他的时候，清润如泉的声音在头顶响起。第一题在坐标轴上画出来的图是爱心，第二题解出来是520，第三题解出来是1314，第四题 sin 1x 在 x 等于0处没有极限。周继白稍作停顿，盯着我，勾唇笑道：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会爱我一生一世，对我的爱意永远没有极限？我瞪圆了眼，疯狂点头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，时间过得太久，我早就记不清上面的答案是什么了，但大体上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他，很喜欢，很爱他。不愧是学神，太厉害了。情书递了，心意已传达。我也不想再弯弯绕绕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：周继白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所以你要不要追我？他轻笑一声，如清风朗月。当然是我的荣幸。周继白的微博号今晚更新了，文案很简单：心意相通的人终会穿越茫茫人海与你重逢。粉丝们在底下热火朝天的八卦他。暗恋哥，这是在一起了？你小子可以啊，怎么把人骗到手的？教教哥们，开个班吧，我跪着听。除此之外，大部分粉丝则是送上祝福。湖南人民发来贺电，浙江人民发来贺电，江苏人民发来贺电，广东人民发来贺电。我思忖片刻，在下面评论了一句：江南淡淡雨潇潇，与君暮暮复朝朝。没过一会儿，这条微博下的每条评论都收到了他的回复。还没在一起，正在筹谋怎么更好的追他，带着足够的爱意和真诚就可以。抱歉，不开班。虽然还没在一起，但先提前感谢祝福。到我的时候，不仅互关了我，还回了一句再熟悉不过的诗：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周继白追我的第一天，说是有惊喜给我看，带着我去了市中心的一层还未装修好房门前。我看着他站在门前一番捣鼓，绵绵过来一下，他似是弄好了门锁程序。我以为是要叫我进房间，结果他却牵起我的手，按到了门锁屏幕上。我惊讶地看向他，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周继白温声解释，下次说不定还要来，录个指纹更方便一点。进了房间，才发现里面空间很大，足足有3室1厅，且每个空间都不显拥挤。看完后，我们站在阳台上吹风。绵绵，你觉得这个地方如何？他问。我实诚道，是个好地段，空间也大，很适合你们一家人居住。他忽然低笑出声，摇摇头说不对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不明白自己有哪里说的不对。房子我记在了你名下，过几天会把手续交接好。周继白递过来一张银行卡，继续说，房子是用我这些年来存下来的奖学金和竞赛奖，还有创业基金买的。卡里面除了装修的钱外，应该还能剩下几十万。我的银行卡密码是乘，我的微信支付密码是乘，我的支付宝付款密码是乘，等等。我彻底懵了，你想干嘛？他看着我，语气认真。我第一次追女孩子，只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给她。我在网上做了攻略，房子对女孩子来说有着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安全感。这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房子，你可以装修成自己喜欢的任何风格。我把我的指纹消除了，重新录入了你的密码是你的生日，当然你也可以改成其他不被我所知的任何密码。除了卧室外，另一个可以用来做衣帽间，还有一个可以改为书房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。他的嗓音温柔而坚定，似一股暖流从耳边传到心房，最后遍及全身各处。
心中莫名感到温暖和安定。我回望他，小声犹豫问：“你不怕，万一到时候我卷了你的钱财跑了，那你可就人财两空了。”周继白坦然笑道：“绵绵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愿意为自己的心动买单。我就是要我的人生热烈、真诚且坦荡。”回到学校时，周围的同学们纷纷用八卦的眼神打量我们，在我和周继白走过之处，掀起一阵窃窃私语。没想到竟然是这么普通的一个女生，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。对呀，看大神的微博上暗恋她那么久，我还以为她多漂亮、多优秀呢。怎么说呢？我感觉没还我好看，真的一点都配不上，满满的违和感。周继白似是也听到些什么，渐渐地走到我右前方，替我挡住大部分视线。我拉住他的衣摆，朝他摇摇头：“不用，我并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。”他闻言，回头紧张地看了我一眼，静默片刻，最终还是退回到我的身旁。我们并肩走在校园中，坦然接受来自所有人的审视与打量。当天，周继白在微博上发文：“有些喜欢不是从外貌开始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诉说曾经那段不能窥见天光的暗恋。是会在人群中不自觉寻找你的背影，是不经意间对视的疯狂心动，是暗藏的情愫生根发芽，是日日夜夜的想念。好看的皮囊总会褪去，但真正爱的人会永远爱你。最后祝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挚爱。”我斟酌片刻，指尖在键盘上敲敲打打，用自己的微博号也发了一小段。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，远远见过我的人也只是了解我的脸。我也很理解大家的想法，毋庸置疑，比我漂亮的大有人在。所以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能用几年的时间来了解我，发现我的闪光点的他。最后希望大家都能遇到那个既爱你的容貌又爱你吃了灵魂的人。第二天我们走进教室时，满堂寂静，周围的同学们没有了之前的偷视和八卦，而是用大大方方的舒服的眼神看我。刚坐下不久，就有几位女生走到我面前，夸赞道：“江雨棉，我发现你的皮肤真的好白，脸也很小，五官很精致，底子特别好。你化妆之后肯定很漂亮。”我抿唇浅笑，谢谢夸奖。我发现你说话也好温柔啊，笑容也很甜美。脸红了哎，好可爱。突然来了这么多赞美我的话，我反倒一时半会适应不过来。惊讶之余，更多的是开心。我一一谢过。他们走后，我转身想跟周继白分享此刻我的喜悦，一回头撞入他含笑的眼眸中。他挑了挑眉，轻声说了句：“确实很可爱。”近期我们学校和隔壁 B 大有场篮球友谊赛，我无意间说了句：“打篮球的男孩子都很帅。”于是周继白毫不犹豫报名了校篮球队。他早早替我买好零食和奶茶，嘱咐我记得一定要去看。下午开场的时候，我准时来到篮球场观看球赛。刚走进场，就听到周围女生们扎堆在一起，热火朝天的讨论：“是周继白哎，他穿篮球服简直帅疯了，可惜心有所属了，不然这么大帅哥我一定要露两手看看。”没事，我们一饱眼福也不亏。我没有停顿，提着一大袋零食从旁边走过。即便想到了由于周继白的存在，来观看球赛的人可能会比往常多一些，进来找座位了才知道，今年的这场球赛观场人数比往年多出来好几倍，几乎达到了座无虚席的地步。我眼神四处搜寻，终于在离球场中心较偏远的角落处找到一个空位置。随着裁判一声嘹亮的鸣哨声吹响，比赛拉开序幕。蓬勃朝气的少年们在球场上大展身手，奔跑、抢夺、跳跃，挥洒汗水，周继白在其中更是格外引人注目。夕阳映在他身上，勾勒出他完美的侧脸，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带动了所有人的目光。他一下就抢过球，正准备投篮，却被几个对手挡住了去路。下一刻，他转身做了个假动作，使对方扑了个空，再转身向上一跃，完美的投了个三分球。他抬头向我所在的方位看过来，笑容肆意又张扬，意气风发。台上无数少男少女为他喝彩，尖叫出声。啊！帅到我失语。这个球投的也太棒了，他好像在看我们这边也。我心潮澎湃，整场球赛下来，视线一直追随着他的身影。最终，我们学校以碾压式战绩赢得了比赛。周继白下场的时候，女生们蜂拥上去给他送水，我也起身拿出提前买好的水走过去。可我所在的位置实在是太靠后了，等我穿过重重人群时，周继白身边已经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圈人。抱歉，我只喝喜欢的人送的水。他礼貌拒绝周围女生递上前的水后，径直朝我走过来。我把水递给他喝，笑着说：“打得很不错。”谁知他弯下腰，直视我的眼睛，轻声问：“绵绵，那我刚刚帅不帅？”我小声控诉他：“你真不害臊。”他不依不饶：“那到底帅还是不帅？你今天对我的心动有没有多一点？”我慢吞吞地回：“很帅，多了不止一点。”周继白的黑发被汗水打湿，汗珠因着动作顺着他的脸和脖子滑进宽大的篮球服衣领里。
全场大半的女生都被他吸引，不帅才怪。我把毛巾递给他擦汗，说出藏在心中的疑问。我看他们打球太热的时候，会时不时撩起100擦汗，你怎么全程都没这样？他说撩起100会露出腹肌。我眨眨眼，他脸颊泛红，进一步解释道，我只想给你看，只给我看。我哽住，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到他腹部上。球赛顺利结束，周继白说要带我出去吃晚餐。听到这件事后，闺蜜一脸如临大敌的模样。宝宝，你这相当于第一次约会，当然要穿漂亮裙子。她从我衣柜中挑出条粉色连衣裙让我换上。这条裙子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买的，基本上没穿出去过。我犹豫道，宁宁，这样会不会显得太隆重？她絮絮叨叨，想多了。绵绵，就这样的老娘天天穿，是你平时穿的朴素了，才会觉得不习惯。我换上裙子，沈宁又翻出来一些瓶瓶罐罐堆到我面前。她轻轻捏了捏我的脸，感叹道，皮肤这么好，好像也不需要用到这么多化妆品，先简单的护个肤，打个底。接下来我按照闺蜜的指示一步步操作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终于捣鼓完成。她画完最后一笔眉毛后，示意我去照全身镜。我起身走向镜子前，眼前有一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娇俏少女，同样也越走越近。少女最终停住脚步，一颦一笑灵动靓丽。闺蜜单手撑住下巴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惊艳。我家绵绵不化妆好看，化了妆美得简直让人移不开眼。我嗔她一眼，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看时间，时间已经直逼8点。完蛋，要迟到了。我和闺蜜道别后，匆匆朝宿舍楼下走去。周继白还是站在那棵玉兰树下等我。看到我后，他先是怔了怔，随后笑着朝我走过来。我走到他前面，微微喘气道，抱歉，我没注意到时间，原本约定好的7点，我迟到了快1个小时。周继白看着我，嗓音温润，我知道女生第一次约会本来就是要迟到的，重要的是你来了。他伸手把我奔跑时散乱的一缕发别到耳后，继续开口，而我明明知道约定的时间到了，却没有提醒你，要追究也是我责任更大。更何况我愿意等，所以绵绵，你不需要道歉。听到他说的这番话，我心中彻底释然，开心地提着裙摆在他面前转了一圈，朝他甜甜一笑。捯饬了很久，怎么样？他一错不错地看着我，如同夜晚的点心。出来时就注意到了，真的超漂亮。周继白订的是一家风格偏浪漫精致的中西结合餐厅。入座后，我翻着桌面上那本厚厚的菜单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上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我没听过的长长的菜名，也不知道点了会不会合口味。不料周继白看都不看菜单，直接一口气点了好几个菜。看他十分熟稔的样子，我问，你以前经常来这家店吃吗？谁知他摇了摇头，这是第2次来。我讶异道，你看起来对这里很熟悉。他挑了挑眉，我定之前做了攻略，大数据显示来过这家店的女孩子都好评如潮。我恍然，所以点的那些菜你都试过口味？他点头，这里的每一样菜我都提前试过，刚刚那些都是按照你的口味点的。我接着问，是怎么知道我口味的？他沉默片刻，认真道，我仔细观察过，了解过你的习惯。你奶茶喜欢喝全糖少冰，水果偏爱草莓和葡萄，喜欢辣一点或甜一点的菜品，喜欢吃鱼但不喜欢挑刺，不喜欢吃葱蒜姜。我知道你高兴的时候声音会降好几个度，开心的时候说话嘴角会不自觉上扬。我垂下眼问，这些细节的事情你都记得？他弯唇笑道，并没有，只记得大部分。我把你的喜好详细分析，做了个 PPT， 时不时会翻看一下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却在我心底掀起惊涛骇浪。这一刻，我心跳疯狂加速，一阵兵荒马乱。用餐结束时，周继白捧出提前准备好的玫瑰花束向我告白。他神情缱绻，温柔坚定地看着我说，江雨眠，我喜欢你，想结束我们之间的暧昧关系，开始一段新的关系。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红着脸说了声好。周继白送我到宿舍楼下时，我们在熟悉的玉兰树下拥吻。良久，他方才松开我。他深深地望着我，眸中情绪翻涌，隐忍又克制。周继白抵在我的肩膀，深吸一口气，嗓音暗哑，绵绵，明天见。我动了动身体，闷闷出声，那你得先放开我。回到宿舍后不久，周继白微博和朋友圈都同步官宣了，文案是世界像是静止，它是我决堤的春天，下面还配了张图，是我进宿舍门时被偷拍下来的一张背影图。粉丝们在下面疯狂刷屏，救命，我磕的 CP 终于在一起了啊！呜呜，老粉看到这一幕直接泪目了。评论区随凳子，我坐小孩那桌。他超爱，他超爱，他超爱。我已经把民政局搬过来了，请你俩原地结婚。民政局点句 PG 若问一句，哥，你那封表白信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结局吗？嫂子，艾特江雨绵绵 V， 能帮我们问问吗？那封已经快30万字的表白信。我切到微信，斟酌许久，噼里啪啦敲键盘给他发消息。在干嘛？周继白秒回，在脱衣服。我
他又发来一条，拖完了，现在在洗澡了。他消息发了一本正经，我却禁不住浮想翩翩，想到了他说到的腹肌，想到了他说的只给我看，我小脸一红，脑子一抽，手就不自觉地发出一条消息：打视频吗？下一秒，对方打个视频通话过来，我内心足足挣扎了3秒，点了接通，结果一入目就是白花花的天花板，还有对方那边传来的哗哗流水声。周继白低笑一声：绵绵，你到底想看什么？我唯唯诺诺道：腹肌。大概1小时过后，周继白才从浴室里出来，发梢上的水珠滴落，顺着眉眼到下颌线滑落，落入锁骨和胸膛，慵懒性感，浑然天成。我盯着屏幕，把粉丝的话重复给他听。他挑挑眉，凑够33万字整，大概在这几天会完结。我调侃道：很喜欢3这个数字。他嗯了一声，漫不经心地补充道：3是我的幸运数字，遇见你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。3天后，周继白微博上连载的表白信正式完结。信中内容总共分为3大部分，前段部分记录暗恋江雨眠的点点滴滴，中间部分是记录追江雨眠的谋划过程，最后部分是和江雨眠在一起后的甜甜蜜蜜。信的末尾则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：仅以此信纪念我闪闪发光又滚烫热烈的青春。成年成月成日，周继白全文完。